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今天是帮小伙伴们巩固下，在4月1号仪表卡正式退出环境之后，还有哪些仪表卡可以在标准环境中正常使用。也是因为正好有小伙伴向我咨询了这个问题，然后我去找别的小伙伴问了一下，才发现确实很多人不知道哪些仪表卡还能正常使用。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其实没有理清这个仪表卡退标的一个逻辑。所以今天呢，我就用我的一个理解来告诉大家，怎么快速的记住哪些卡没退标，同时咱们把这期视频也留好，明年再回过头来看看我的理解成立不成立。如果能成立，咱们也会记起来更方便一些。首先先说最好记的不退标的单卡，所有有漫画版本的单卡不论何时都不退标，这点非常好理解吧？毕竟是目前 OPCG 开盒获取难度最高的卡，也是最有价值的卡。大佬们的首要收集目标你这退标了一定末日嘛，对不对？所以只要这张卡有了漫画版本，就相当于自动获得了一张免死金牌。而其中的仪标单卡有 OP01016 红色草帽检索娜美、OP01120 SEC 速攻香克斯、OP02013 白团速攻艾斯、OP03122 狙击王以及 OP04083 五费防 K 萨博。其中除了检索娜美是 PRB01 补充出的漫画，所以有可能会容易被人忘记，其他的都是原包漫画，再加上前几代也还没有一盒好几种漫画的先例。 OP05 三船长主题才开始，所以今年记起来还是比较轻省的。第二部分不退标单卡稍微复杂一点，就是在 PRB02 中复刻了的仪标卡，今后也当做4标卡来用。一共其实有高达15张的单卡，我先都列举出来。有 OP01039 基拉、 OP01055 成为我的武士、 OP02055 检索达旦、 OP02068 蓝色零费3000反、 OP03008 检索巴基、 OP03044 可雅、OP03048 野路子、 OP03072 紫色零费3000反、 OP03097 黑色零费3000反、 OP04016 红色零费3000反、 OP04077 伊迪奥、 OP04096 德雷斯罗萨的岛、 ST01011 贴东布鲁克、 ST03007 检索波尼、 ST06008 减肥日奈。以上15张就是可以目前来说被视为了4标卡的单卡，其中比较重要的，目前来看比较重要的就是波尼、巴基、达旦这个检索，以后可能会用的比较多。然后对特定头比较重要的娜美的野路子、乌索普的岛，还有就是把所有的零费3000反留了下来。这里有个快速检索的办法，就是打开官网，点击最上面的卡表，然后补充包这栏选择 PRB02， 再在角标这里选择仪标就可以了。弹出来的这些卡就是那些不退标的仪标卡了。当然如果你们不想这么麻烦，把我刚才这15张放一起的画面你截个图，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看一下也行。然后就是要讲一些我的理解了。首先就是 PRB 这个盒子里的其他的2-3标卡变不变成4标，官方没说，只说了1标的卡变成了4标。但是其实复刻的2-3标的卡非常的多，但是目前官方也没有再发会不会再有1标卡变成4标卡的新公告了。我预测大概率是没有了。那么目前来看，排除掉漫画，也就这15张仪表卡能接着用了。所以我的理解是，官方之后应该也会是这种转换频率，就是之后进6标的时候，再从2标中挑选出15张左右吧的单卡变成6标。因为其实1、2、3标的卡的数量是差不多的，这点咱们在官网中就能看得到。所以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每次都是这个数量。然后就是 PRB02 其实是3标的最后一个盒子，出完就是 OP13 进入4标时代了。虽然官方说以后不会再出黄金盒这样的复刻盒了，但是其实是因为黄金盒的这种大批量复刻的形式大家不喜欢，那么我之后就不出专门的复刻盒了呗，就可能会是在 OP21 前出个EB 多少多少的，其实也是为了发行一波新卡，只不过应该不会像 PRB02 新卡的这么的少了，就是多出一些，然后挑15张左右的2标卡进来复刻一波，就把这些卡当新标用了这是我设想的一种方式其实我也是比较期望的一种方式，这样大家就不用再去翻来翻去这堆老卡了。当然我还有第二种理解，就是这次的15张其实就没有 SR 级以上的单卡，就都是 RUCC 的，所以我觉得之后也很有可能就是都是只继承类似的情况，就是还是 SR 级以上全退，然后挑几个 RUC 出来。首先还是零费3000反依旧都不退，然后是关键的岛，比如圣玛丽乔亚、革命军大本营，通用的可能有个2费的克拉松、重力刀、吃蛋糕啥的，从这个盒子里凑一凑就完了。以后呢我也确实不再复刻了，再复刻就直接复刻黄金盒02，有需要的单卡你就直接开黄金盒02就完了，反正这个盒子能卖好几年呢还说实
话，真缓一般才能干出这种事儿。反正是我确实不太希望是这样，毕竟到时候27年翻25年的老卡，想想都够费劲的，真的。当然啊，一切都是我的瞎猜胡猜啊，具体的看人家安排，毕竟还早着，还1年多呢，再怎么猜也没用。息息相关的还是注意这15个仪表啊。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